My bad， 我降太多档。大家好，我是13恩。我们今天要试骑的是 Triumph Bonneville Bobber。好，先跨上车子，这车尾造型真的是非常帅。坐高非常的低，实际数字呢我会写在影片上。好 ，kickstand up。好，钥匙在下面，启动。一样要按离合才能启动。哦，感觉真是很不一样。我先说，今天会来试骑这台车，其实根本就是个意外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试骑活动。我是经过，因为在问那个，因为我车子去 Triple 来做保养嘛。然后我想去刷电脑，所以我过来询问就是价钱之类的，然后发现说今天刚好他们有试车活动，我说什么？直接又这么快又办了一次这样，然后今天就来试试看完全不同的车型因为我看除了街车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 Daytona 了嘛，所以街车我试过了，这次就来试试看它的 Bonneville 系列，这次选的是 Bobber Style， 因为我觉得 Bobber Style 真的很帅。好，那这台车用的是跟 Bonneville T120是一样的引擎，所以是1200的 Faro Twin 并列双缸。我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杆是很笨重啊，的确它蛮重的，可是目前操控感觉比我想象中轻盈。可能它的设计，它的那个 handlebar 不会像你想象那么重。那我先说，我其实对这类型的车子完全的不了解。那这次来试骑就是纯粹来体验。那我说这类型指的是像美式机车或是CB车，虽然说是美式风格，可是这台是 Triumph， 所以是我那天看有人说什么美式机车，可是英国品味。对我骑平常运动街车跟跑车太久，我一直要习惯那个脚踏是在我的正前方。哦，然后刚刚看的说，这个椅子可以调整，它可以前后可以调整。那它当然也只有单座 ，Bobber 都只有单座。好，那现在我先现学现卖，说什么是 Bobber， 因为这名字相信很多人不太清楚。因为我自己一开始也不是很清楚。基本上，其实在2次大战过后的 Harley-Davidson 就很多人骑哈雷，让他们想要把车子做精简化。那时候他们说原因是因为哈雷那时候很笨重嘛，那如果精简化的话，降低重量什么的，骑起来会可能会比较。提高速度啊，尤其那种很多年轻人。那 Bobber 就是精简化，就是把后面的东西拆掉，前面拆掉，然后拆到只剩下支架，甚至连后悬吊都拆掉。这台车的话是有后悬吊了，它是藏在椅子下面。可是以造型来讲，过去的车其实是没有做后悬吊。好，那这个仪表下面部分有写转速，现在是2800、2900，转速是很低，只是对啊，哇，这种车真的是。之前如果骑街车跟你说什么哇低转输出不错什么什么，哇那画上这类型的车子才叫真的叫低转扭力输出，3000转就是它力量。我记得它最高好像过4000多转，大概就没有什么力了。我要再体验一下。哦，这声音好好听，我真的觉得它这个1200的并列双缸很好听。它这并列双缸是跟 Bonneville 是同一颗，可是有经过好像电脑的调整。就是把扭力放更低。OK， 我跟你说，我才刚这样骑啊，然后是有点开始让自己去慢慢体会这台车，
突然觉得有一种很不一样的骑乘的感觉上升，就好像有点逛大街的感觉，这样的坐姿。对，我要踩后刹的话，变成整个脚要往前移，真的很不一样。但是一样是 Bonneville 那个1200引擎，所以变速箱什么也是很干脆。好，那它前面拉杆呢，当然全部是可调式。那离合目前有点调外面一点，所以我等下可能红灯的时候把它调整一下。然后这边右转。一样是1200这个引擎的力量没话讲。坦白说，我不知道这种车的倾角过弯可以多少，所以我就没有想要特别去压它。好，这个刹车目前我可能要调整一下它的拉杆距离，我觉得这样刹，制动力没有很强。但这台车的确它前面是配单碟，还蛮有趣的，因为它的原生车种就是 Bonneville T120，是双碟版。反而做 Barber 可能是因为造型的关系，他宁愿做单碟的设计。哦，这油门，明显是电子油门了。在骑这种嬉皮车之前的时候，我对它的刻板印象，之前有人跟我说是，椅子非常非常的舒服啊什么的。不过 Barber Style， 因为毕竟它就是走，几乎，就原本造型是没有后悬吊嘛，它真的是有配后悬吊，所以我想它可能本身后悬吊的行程的设定就也是偏硬啊。因为我现在在过地上的坑坑洞洞的时候，是觉得蛮硬的。好，调一下2，刹车调一下。调成3，好，我就自己看一下档杆在哪里，因为太前面了，不太习惯。OK， 这样调整，哇，可以调整，真的是差很多，比较适合我自己的习惯。This looks nice, right? Yeah. 啊，这吸引大家目光。我刚刚看现场有另外一台，叫做 Speedmaster， 是从 Bonneville 引申出来，那它的手法就是变得比较靠近身体部分。那现在这台车反而是我身体有一点要往前倾的感觉，但当然这个坐姿已经是非常的 upright。1200cc 的这颗引擎，输出我记得最高是差不多77匹马力。其实以像这种风格的摩托车啊，通常马力都不会做很大。不过因为毕竟这是 Bonneville 过来的，所以有这样的数值，其实应该在其他的同级距里面算是很好了。
当初会听过这台 Barber， 其实是因为它最近出的那台 Barber Black， 非常酷的一台车。不过四期的话没有 Barber Black， 哦，有点硬。哦，怎么说呢？这种加速感当然不是像那种运动型街车，或者是跑车的那种加速感，可是这个爽度是100。我刚刚说，我一开始认识这台车是因为它的 Barber Black。那 Barber Black 是它的新款，算是以同样的车子的不同的款式。那 Barber Black 它的前轮我记得是比较小，16寸，可是做的比较宽、比较肥的轮胎。然后好像有其他一些外观上的改变。然后今天可惜没有 Barber Black 事情，可是有 Barber， 然后就赶快正好看到这么酷的车子，试一下，体验一下。好，上海尾 ，My bad。我降太多档，锁到后轮。就是前刹，其实我觉得还蛮弱的。尤其刚刚看到 Bonneville 有双碟啊，这个只有单碟的时候，觉得可能前刹可以再进步。但整体操控起来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操控太多了。其实之前我跟另外一个人聊天，然后他说他是骑 Harley Davidson， 哈雷的是 Dyna Bob。他跟我说他骑他的哈雷的时候，就整个都是觉得很笨重。当然我不知道哈雷当然有出比较运动的车款嘛。但是他试骑这台之后，他觉得 Triumph 车子整体起来，他说是做工比较精密之外，操控上也是比较灵活，他自己比较喜欢。所以就是不太从怎么讲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类似的车种啊，其实很多厂牌不一样，提升起来也都很不一样。好了，那这是骑帅不骑快的表率，这种车，哇！很有感觉，真的。看看以后可能有机会可以多试试看类似这种车型。好啦，那这就讲到这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大家。